如果你教他东西，他不能不听，你能说那不叫逼他吗？道德律己，不能律人。我们只奖励不惩罚，这就是好的教法。您刚才也讲嘛，被逼着让，其实不是让，对不对？首先，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都共同认为让真的是一种美德来的。对对。但是跟你逼着让不能算是美德。跟你不同的是，我们鼓励让，但是我们也同样鼓励不让。对。让代表心中的不忍。所以我们两个都同意一件事。你不让我说完，你还让什么让？对不起啊，冒昧了。没，你们两个这个双胞胎真的是我没见过，知道吗？让呢，代表心中的不忍，当然要鼓励；但是不让，代表这个孩子他有了自我的意识，他懂得去争取，也要鼓励。是的。那我这边可以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双方都同意，教人家让的时候，要先教到对方一件事，就是你是有选择权的，对不对？所以这点我们都同意。你刚才说的是我们的观点呀。对，我知道啊，因为我们俩并没有冲突啊，所以我说，当一个父母在教导，我先问一下，今天这个题目是该不该教哥哥姐姐让弟弟妹妹，而不是逼哥哥姐姐让弟弟妹妹吧？的确不是，但是看你怎么界定教这件事儿。对，我们再重新定义教这件事。我没有你那么高深的逻辑和知识的储备，但是以我自己亲身跟小朋友相处的经验来说，在一个家里，父亲和母亲就是权威。当你去教他的时候，他可以不听吗？如果你教他东西，他不能不听，你能说那不叫逼他吗？所以我刚才是不是在前面有讲过，父母跟子女彼此之间，一个要扮黑脸，一个扮白脸。如果你在子女面前告诉大家，你一定得让，只有让才是好孩子的时候，这其实是问题，不是出在让不对，而是教的方法不对。所以本来在过程当中，当父母帮助孩子建立，你是有选择权的。你换了一个词儿，你已经把教换成了帮助。帮助是什么？帮助是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不接受。但教是什么？教是你得听。来，我跟您说，对您而言，教只有你得听，这才叫教吗？我们在引导孩子在做一件作业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告诉他答案吧？如果我给他更好的环境，或引导他去自己去启发想象。这难道不叫教？辅导过孩子写作业呀？不，直接给他答案呀。您刚好弄错，我辅导过非常多的孩子写作业。那不是你亲生的孩子。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没有亲生的？草率了，草率了，草率了。太可怕了。有一种辩论叫绵里藏针。就说起来都是大家要让啊，这是美德呀，我也没见着谁让谁呀。建南，你防守的好紧，是谁叫你不要接对方的话了？能说吗？你说啊。是建彪老师。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了解黄执中的话，那就是胡建彪。好，来，我们有请正方3辩陈明。非常喜欢刚才楠姐这段发言，层层铺开，然后已经快说动我了。其实我已经快要挪过去了。3个点，第一个点，容易伤害老大的安全感，喂奶的时候，这样会让老大觉得爱被剥夺。第2个点很不公平，长时间这样，哥哥很委屈，弟弟很骄纵，没有一个公平的规则，就会对哥哥弟弟双方都不好。还有最后一个点，也是刚才在交锋环节当中争执最多的一个点，就是不要逼着他让，要让他去体会爱。我们从第3个点开始说起。其实我刚才听完刚才双方的交锋，如果做父母是不太敢教孩子任何一种美德的。比如说我想教孩子勇敢，我就会很害怕。他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车来，他就跳；看到一个车来就跳，就很勇敢，但是很无趣。我肯定不敢教他宽容，因为如果我教他宽容的话，他在未来社会上肯定会变成一个受气包，碰到任何人都无条件、无底线的退让。这是度的问题，这是教的方法的问题。我在这儿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澄清和区分，
把这件事情从根儿上把它一下说清楚，要不然待会还会纠缠。我们好好聊聊道德和道德绑架的差别。今天的互联网上，尤其是在微博上，我们经常看到这两种声音交织出现。然后当某一方一提及道德，另外就一定有一方说你又在道德绑架。然后最近也有很多热搜事件，大家都看到底下有无数这样的发言。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一点很模糊的边界，就是我一说道德，你就说我道德绑架，好吧，那我就都不说道德，道德仿佛消失了。哎，道德跟道德绑架有没有边界呢？这就是这个题了。我们教他跟用让去绑架他之间差别在哪里？两件事情很明晰的做一个区分。第一，道德律己，不能律人。道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你以它来要求自己，好的道德；你以它来逼迫他人，道德绑架。清晰的边界。还有第二件事情，好的道德教育跟道德绑架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只奖励不惩罚。这就是好的教法，非常简单。所以接下来对方再说要不要逼，到底要不要教，就很简单，就看你有没有惩罚他。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现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那些大部分的家长，有时候有一种错觉，就觉得我只要教，我就要引导，一引导就容易过度，那个度就一下由奖滑到了惩。本来是一个奖励的好的道德标准和美德，你一不做到我就批评你、骂你、惩罚你，导致逆反，哥哥开始越来越委屈，弟弟开始越来越骄纵，都是过了这条线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教，而且要不过线的，在安全线、科学和合理的教，就这么简单。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说清楚了。两件事情。楠姐的倒数第二点是非常酷的，她说不公平，这个规则不公平。这个题目我方拿到以后，我们本着一个非常科学和严谨的态度，然后跑去认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我们主要是采访了两方面的专家，一方面是刚才问我是不是巴甫洛夫有关，很遗憾，这个题不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设计的范畴，它是发展心理学，皮亚杰还有科尔伯格是他们的范畴。第二方面，我们问的是一线的实践人士，在一线辅导真实的0到18岁的孩子，在10到20年过程当中的真实的这些辅导老师。我们问了这两者，如果这个题目出现了之后，怎么办？到底应不应该教他们让？很忧伤，所有老师给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先要定一个公平的规则。今天我方即便是站在红方的立场，我们也说了，我们有底线，我们不能违反科学的教育理念。所以，即便我要捍卫让，我也要先必须掷地有声地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有二胎，公平的规则的制定是至关重要和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做到，一定要优先，这是我们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但是接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样的规则是公平的呢？我们先看一张图片，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两种不同分配方式的图片呈现。大家觉得哪一种公平？这里面有哥哥，也有弟弟。第一种是平等的划分，而第二种才是我们说的公平的规则。这张图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家庭里真的需要一个公平的规则，让也许是那块至关重要的垫脚石。我举个例子，刚才楠姐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经历过同样的焦虑和煎熬，就是老二出生之后，老大的丧失感，尤其是爱的剥夺。我们老二出生的时候1岁，老大是4岁，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差3岁半。哺乳期之前，老大每天跟妈妈睡觉，现在晚上要喂奶嘛，就要跟老二睡。老大那第一时间内心是非常焦虑，老大就说：“妈妈，你不爱我，你不跟我睡了吗？不爱我了吗？我睡一边，妹妹睡另一边，行不行呢？”可是那样的话，每天隔2个到2个半小时就会把姐姐吵醒，这会影响她的晚上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发育。妈妈有的时候要忍痛做一个选择，就是该怎么跟姐姐解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该怎么给姐姐解释。我们当时也经历过同样的焦虑，我们问到了专家人士，专家人士给出的建议是这样的：专家人士要告诉她说，姐姐，你可能会觉得现在每天晚上妈妈陪妹妹，感觉好像是你让出了晚上陪伴妈妈的时间。但是要问姐姐的问题是这个：是你1岁的时候谁陪你睡？这是让背后制定的规则公平。孩子，姐姐，你1岁的一整年365个晚上，妈妈都陪了你，而现在妹妹1岁了，理论上说这一整年我也要陪妹妹，这才是一个公平的过程。
但是这就意味着在今年你可能要让渡很大一部分权利，因为妹妹更需要妈妈，这也是你对妹妹爱意的表达。姐姐一下就通了，你说这样的教有错吗？这样的教该不该呢？我们很多时候老师他们会问，就是为什么总让大的让着小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用大和小这个词，我们更喜欢用的是强和弱这个概念。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在某些地方的强者向弱者养成让的习惯，而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他未来整个人生当中对美德的理解。只不过很不巧，在你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因为你早出生了3、4年，很多方面你都是强者，所以这很多时候我们要把道理讲清楚，这是你让的缘由。但是之后这是一个动态平衡，你今天所有让的部分，在未来当他到你同样年龄的时候，都会收获那个年龄的公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刚才楠姐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很打动我，楠姐说我们不要逼着大家让，我们要让他去体会爱。哇，这说到我的本题了，我谢了。熬了这么久，终于到了爱这个话题，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孩子就是宇宙的中心，不能缺少我。孩子是怎么学会爱的？那刚才听楠姐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粗糙地画了一张图，有些粗糙，大家姑且这么理解。这是一只鸟，这是一棵树。一个2岁的宝宝，一个2岁的宝宝。如果我问他，宝宝，你看到的是什么？树。宝宝，你看到的是什么？鸟。很好。好，现在我站在他的面前，问他，宝宝，你看到的是什么？树。我看到的是什么？2岁的宝宝会说树。能理解吗？2岁是一个时间坎。在发展心理学的过程当中，2岁以下的孩子是没有视角转换的基本能力的，这需要提升和训练。这一步该怎么达成？刚才一直说要学会爱，要体会爱，这是道德的起点、原点。了解基本的他者概念是从让开始的，因为让的意义是他人的利益优先。当你要教他让的时候，你就必须教他什么是他人，什么是利益，以及为什么要优先。这就是父母的义务。教是义务，我们不能指望着所有人都是人性本善，生来的那个孩子就自然带着爱的种子，不会的。生来的孩子只有一个种子，叫自我，我就是全世界。我不是夸张的说，真的有很多孩子已经过了2岁，他依然觉得他就是全世界。有很多孩子18岁还觉得他就是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围绕我来旋转。自我中心主义在之后延续的时间远远比我们想象的长，还是这段时间的热搜也在鲜活地证明着这一点。很多人的世界真的只有自我和自我的感受，他已经很大了，他还觉得全世界看到的都是树，没有人看得到鸟，这是病症。这是病症，这是需要医治的部分。而每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巨婴症在我们身边和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他的父母，我们就能知道原因在哪儿。还真像哎！我们现在还要说父母不该教着一个孩子学会让另一个孩子吗？如果不教他让，他不知道我的边界在哪儿，他不知道他人的视角看到的世界是什么，他更不知道利益跟利益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永远无法理解有的时候他人的利益优先是一个美德，他更无法理解当有的时候自我利益不能让渡的时候，坚守也是一种美德。但这一切要从几个基本的原则概念的树立开始。这件事情从18个月，从2岁到3岁到6岁开始，一步一步的达成，不是一件简单的功课。这对每一个父母来说，都是一件需要习得的技能。这背后是科学，而不是父母朴素的爱的直觉。规则公平的制定在前面，制定公平规则的时候，记住强者向弱者主动的让渡是一种美德，同时也要记住做到了掌声和大拇指，做不到不要惩罚和谩骂，不要让它变成绑架的绳索。我们让美德属于美德，让权利属于权利，
让义务归于义务，把每条线给孩子都画清楚。他将来走出去之后，知道我是谁，知道我要什么，也知道身边每一个人是谁，知道怎么处理利益冲突的关系，知道什么是美德，知道什么是分寸，知道什么叫过界。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这一刻是父母该做的事情。谢谢，谢谢各位，非常精彩。来，反方三辩，胡可。陈明老师刚才的发言非常的精彩，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说实话，一开始呢，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好像我没有听太懂。没听太懂的原因是因为他讲了非常多的大道理，但是陈明老师恰恰忘了这一点。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辩题，父母该不该教哥哥姐姐让着弟弟妹妹的时候，陈明老师包括对方辩友一直在说父母应该怎么做，父母应该怎么想。我们恰恰忘了一点，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情感温度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孩子。我有2个孩子，老大叫安吉，今年9岁了。老二鱼儿今年6岁，所以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问了他们，哥哥给我的答案是，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兄弟之间的情感。如果有一天长此以往，哥哥有一天不想让了，就会爆发。弟弟给我的答案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哥哥让着我呀，因为我想跟着哥哥学，我觉得哥哥是最棒的。孩子们都这么说了，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还瞎操什么心啊？好。今天我想表达的第一件事情呢，是我家这2个孩子啊，性格迥然不同。老大安吉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有原则的人，规矩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可是老二呢，属于那种小机灵，很会变通。然后有一天呢，弟弟就跟我说了，他说：“妈妈，我想看动画片。”我说：“可以呀，但是只能看1集。”可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依然还在看。我就跑过去了，我说：“尼莫，怎么回事？怎么还在看？”他拿了个 iPad 说：“妈妈，我一直在看这1集。”所以生活当中，他们经常为这些事情吵吵闹闹啊。一般的小打小闹，我连看都不会看。直到他们可能语言升级到肢体升级，最后有可能大打出手的时候，我才会把他们分开。然后我需要做的是，你们分别来陈述刚才发生了什么。其实往往在这样陈述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而且他们也会渐渐地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到底谁对谁错。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善良的天使，有的时候呢，他们仅仅是因为被那些小情绪冲昏了头脑，所以才变成了一个小恶魔。所以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接纳他们的情绪，吻合他们的情绪，然后帮助他们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方可能跟对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孩子。你们不相信孩子可以解决自己之间的问题，所以嘛，才制定了这样一条规矩。可是我们相信，所以我们不希望强令哥哥让着弟弟。第二点，我想表达的是，妈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要学会放手。其实放手真的很难，我也很能理解，因为保护孩子是作为爸爸妈妈本心的一个动作。但是你一定要想一想，你做的越多，孩子就会的越少。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小小的孩子在前面走，然后妈妈就会在后面小碎步的跟着，哎，小心啊，哎，那有个坑啊，那有台阶啊，一定要迈过去啊。这样的提醒就是又细致又细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不能跟在他们的后面了，是不是你的孩子就真的会掉到那个坑里面？我们真的应该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成长，他们会很快找到属于他们的理想的样子。我们只需要静下心来，放手，让他们给到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我记得在安吉5岁的时候，鱼儿2岁的时候，我带着他们俩体验了一次3天2夜的一个军训。然后当时呢，他们是需要跟10几个小朋友一起同吃、同住、同睡，所以在第1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焦虑。我觉得只有2岁多的鱼儿在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哭，一定会找妈妈。但是直到熄灯的那一刻，灯熄了，甜美的进入了梦乡，什么都没有发生，非常的美好。到了第2天，他们俩要完成一些挑战，有一个项目就是哥哥弟弟需要背靠背，然后运球运到对面去。当时因为身高的这个差异，所以一开始他们很困难。但是后来，就是哥哥虽然脾气很暴，一直在训弟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自己弯着腿，就找到了一个跟弟弟很平衡的一个状态，完成了这个挑战。所以2天3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因为他们的努力，因为我的放手而带给我的巨大的惊喜，而带给我看到的孩子们巨大的潜力。与其教哥哥姐姐让着弟弟妹妹，不如我们父母自己先学会让，把这个孩子们相处的空间让给孩子们。因为毕竟作为父母来讲，我们只能陪着孩子经过前半生，只有兄弟姐妹才会陪着孩子们走完一生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会担心，我们会不舍，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放手。安吉在5岁的时候呢，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名言，叫做人生的路要积极走。请我们所有的父母们都把这样的人生还到孩子自己的手里面，我们就一起做那个可以站在孩子背后望着孩子勇敢成长的妈妈，不更是一种温暖的幸福吗？谢谢。来吧，进入自由交火阶段。我先说一下，我非常生气。小明老师，刚刚你说的，你4岁的孩子和1岁的宝宝，对吧？是，没错。我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缺失了他的4岁，他即将缺失他的5岁、6岁、7岁、8岁。他永远不管当他的妹妹、他的弟弟也好，长到4岁还是7岁，他的哥哥永远要去让他。所以他的4岁，他已经缺失了爸爸和妈妈的爱。你知道，当你永远是一种逼迫，我教你，告诉没有这份永远。请绅士一点。动态平衡。如果你跟，如果我是妈妈，我有一个1岁的宝宝，我的4岁的女儿想要跟我睡在一起，不会说现在他刚1岁，你1岁已经享受过这个了，爸爸在干什么？爸爸这个时候应该说的是，宝宝。妈妈好累，我陪你好吗？我们的爱是一样的，我也可以照顾你。我觉得这个方案好，要不要小的跟妈妈睡，大的跟爸爸睡怎么样？你肯定没有睡过，爸爸去哪儿了？我当然陪宝宝睡过，当然毫无疑问啊。对，我觉得我很同情你的4岁的宝宝，也很同情你不必同情，我4岁宝宝很开心。夫人，我好同情你，因为你知道妈妈这个时候她的荷尔蒙在快速下降，在生完宝宝之后，她其实很难过，而且她其实很内疚，因为她不能陪自己4岁的孩子，然后她只能一个人。我可以说话了吗？其实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有一个平台的。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当下面对的情况，你不能去让老大去回忆说你在1岁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现在就要把它让给弟弟妹妹，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我完全理解一位母亲的关于爱的直觉，因为孩子只要在，就想给他全部的最好的，一旦缺失就负疚，甚至有很多中国妈妈把负疚理解为爱意的来源。我不认为这是负疚，我觉得应该遵从孩子内心的感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打得有点过于花哨了，就是说花不花哨，就现在对方打的主要点基于把人性看得如此的美好，满天都是花蝴蝶的感觉，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天生下来我的人性，我可以承认是
有点丑陋的。我没有人引导我，没有人教育我，我是不想让着所以别人的。这就是我们和你们最大的不同。我们相信孩子是善良的，但你们不相信。春小姐和胡可姐，刚才孩子一需要就要把他抱过来，看起来短期满足了孩子关于爱的期盼，这是把他往巨婴的路上继续灌了一小下。这还是告诉他跟1岁多的时候奶嘴的那个时代是一样的。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边界感的机会，那个机会就被毁掉了。人生所有的公平的规则永远不可能覆盖到所有的细节。爸爸，我告诉你，我们家长要创造的是家庭的一个安全，给孩子的安全是我们先做到。但是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一定要让他去让给老二。所以不能逼他，对不对？错了，不是逼，我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条件拖走。能不能逼孩子？一个选择的。能不能逼孩子？我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条件拖走来。我刚才已经认真的回答了3位的问题，3位没有回答我一个问题。好，这样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逼迫孩子？为什么要逼迫孩子？该不该？因为你们在逼迫孩子。我们没有。你们在教哥哥姐姐让着弟弟妹妹。我想问，你们该不该逼孩子让？你已经用一个黑脸白脸的这个状态很你们在柔的，而且该不该表扬他让？而且你们孩子该不该表扬？哥哥姐姐面前没有人回答我。黑脸跟白脸。陈明，我现在觉得你很享受这一刻，你知道吗？该不该表扬他让？该不该表扬他让？该不该表扬跟今天这道辩题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教的方法太有关系了。该不该表扬他让？到现在没有人回答我。不该，回答他不该，不该。说，来，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该。2排请到后面就坐。他们让我说的。傅这儿加油！来，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该，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有在我看到这个弟弟偶尔也让一下哥哥的时候，我才会互相表扬。太好了。但是哥哥只让弟弟的时候，有纸吗？没有纸。哎，没有纸，漂亮，可以回去了。谢谢。不矛盾。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请问，哥哥一直让弟弟，要不要阻止他？要不要？要。对呀，没跟这才叫跟辩题无关，既没有一直又没有纸。那你为什么要教哥哥姐姐一直让着弟弟？没有一直啊，哥哥。那你教了他，他就会一直让呀。这是为什么？因为你鼓励他这样做你看呀。又逼迫了，又把他往那个路上推了。不，一教就一直吗？你们听过东北有一种技巧叫坐地炮吗？让我说一句，你说，起来跟他说。我就觉得这又是《奇葩说》的经典剧情，就是最后说的吧，就都是一个事儿，你也互换爱，我也互换爱，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况，你互换爱不是你不让怎么爱。Thank you。我想采访一下正方3位啊，就是你们3个人姿势不一样的。就像陈明是一直刚在一线，啊，就是甭管对方是3娘还是4娘，反正就是爱谁我就刚在一线。然后你旁边有一个僚机，一直在附近在游弋啊，就伺机捅一下。然后一直后面观敌料阵的黄仁东，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怕他摔了，就是他是怕僚机出事儿，对。他是塔台。对。哎呀，谢谢，哎呀，辛苦了。我本来觉得3个姑娘呢在为难一个男生，结果后来那个婆婆就出来了。婆婆看起来本来要去喝喜酒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来跟人家吵架。他在后面突然就站起来了，不该，因为他老问该不该，然后他们又不敢回答不该。好，先开后结，所以是从反方结辩开始了。反方谢楠结辩，来开始。其实刚才呢，陈明老师的话里面，我认真听了几件事情，我其实是不太赞同你的观点的。首先，你说的是让才能建立边界感，不对的。
让不能建立边界感的？你什么时候见过你让会让别人知道哦，原来这是你的边界？别人只会踩过界，什么才会建立边界感？不让才会建立边界感，好吗？然后刚才陈明老师提到了一个叫做皮亚杰的人物，说12岁以前的孩子是不能够理解爱这样抽象的概念的。但是如果他连爱这个抽象的概念都不理解，你怎么指望他去理解你说的让这种美德、这种高尚呢？让我们把孩子当成孩子好吗？然后我试着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把刚才那张 PPT 再给我放出来。哦，踩箱子的那张。踩箱子的那张。他能翻出来吗？好，刚才陈明老师说到了公平，我想提醒大家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这2张图倒过来看呢？你知道吗？在一个2胎的家庭里面，哥哥的爱是在做减法的，哥哥感受到的爱是在做减法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第1张图是什么？弟弟踩着爱的垫脚石，他的爱是做加法的。可是哥哥呢？如果这个时候爱已经被减少的哥哥，你还要求他让的话，他面前那个爱的壁垒会越来越高，他会越来越看不见眼前的那片天空。这个时候，你难道不想把那块爱的垫脚石放到哥哥的脚底下吗？说回我的结论，可以吧？对方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规则啊？因为他们本能地认为争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他们要制定这个规则，去避免阻挡争这件事儿的发生。但是我们想一想，争真的就是一件坏事儿吗？当然不是，这是我们人生中的常态嘛。在一个家庭里面，2个孩子会争，2夫妻偶尔也是会争一争的嘛。具体可以参见我和吴京在某夫妻真人秀节目当中的表现哈，争得网友都看不下去了。好，那孩子从争中能学到什么呢？争对孩子的意义是什么？他可以从争中学会边界感，他会了解什么叫做公平分配，什么叫做正当竞争。我真的不舍得用这样今天他们提出来的这一条规矩，大的让着小的，就把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教育机会给扼杀掉。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不是一个从来都不争的家庭，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每个人在这个家里都可以理直气壮、放心大胆地说我想要的地方。我今天看到这个辩题，我没有把它当辩题，我当成是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对方的观点是我，甚至是我这一代人从小到大被教育起来的方法。甭管你是什么个性，听我的，一刀切。而我今天选择站在的这边，是我期待我能够带给我孩子的教育。我始终试图去想一条道路，去尊重他的个性，去考虑他的感受，去找一条更适合他个性发展的道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条教育的准则，我觉得它就应该是一句话：不要一刀切，多一点看见，多一点用心。如果我们明知道远处的风景更好，为什么我们不让自己多走那一段路呢？以上。正方我不知道谁结辩，但是很显然反方已经用到了正方陈明所有结辩的风格。这是陈明结辩吗？来，只教这一条规则有错，教哥哥姐姐一直让有错。所以刚才说箱子一直哥哥让有错。因为如果一直教美德，没有人敢一直教他勇敢，也没有人敢教他一直宽容。我方只是想再认真的、真诚的强调一遍，就是教过度了，只教一条规则当然有错，但是教他让这件事儿，的确是明确边界感的第一步。是因为刚才楠姐说，让只能让人不断愉悦，那是成年人的世界，而我们现在谈的是0到18岁的孩子，让就是让他了解到这个世界，他跟别人之间边界到哪儿最重要的一步。因为要知道他人，因为要知道利益，因为要知道美德到底是什么。先教他让，再教他阶段、方法、程度，一步一步来，完整的让的体系
能让他真正健康、充实和饱满的活着的原因。所以不要怕以后让他别人知道越过他的界，因为他首先得知道界在哪。所以我只希望在屏幕前看到这期节目的爸爸妈妈们，知道该教，而且知道该怎么教。谢谢。虽然争得很激烈啊，还是一个温暖的话题，是吧？所以既然是温暖的话题，我就得把它引到暖腹黑科技，暖的好像苏菲保暖一样的暖，是吧？好，来。我们请全场观众来给今天的正反方做一个投票，红键正方，蓝键反方，请投票。5、4、3、2、1。哎，公布结果之前，那我们就听听各位导师对这道问题的看法。今天是几位正方？4位反方，1位正方。我们先请反方说吧，好不好？我编不出来。实话实说，我这过程中无数次，我现在是什么个人经验、看过的书啥都用不上，想不出来。你们先说，我再想会儿。思芬，你要扛一下。我觉得他们先说嘛，我再听会儿。好，我再试着想想，看能想起点啥的。薛教授，好，我先说吧。好，我们的题目是父母应不应该教哥哥姐姐让着弟弟妹妹？对，我觉得是不需要，因为根本没这个需要，根本不需要。言简意赅。我的观点是不需要，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我觉得应该有过2个小孩的父母，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哥哥、姐姐比较憨，弟弟妹妹比较精。哥哥姐姐他是一个自然垄断者，他出生的时候，他长大的时候是一个垄断者，他垄断了家庭成员所有的关爱，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竞争，所有都是唯我独尊。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竞争，他就比较憨，他饭来张手，衣来伸手。一个后来的竞争者出现了，那个老二，通常你们就知道，大多数的经验就是他很精，门那个钥匙一响，他就已经叫爸爸爸爸，就跑过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对话，就当弟弟4岁，哥哥9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说：“弟弟，什么叫公平啊？”弟弟说：“公平就是一样。”一样就是公平，这是对的 ，OK 的啊。对他4岁小孩来，哥哥说不是。我说哥哥，你知道什么叫公平吗？哥哥说就他赢。哇，说弟弟赢啊？说弟弟赢就是公平，因为其实无形之中已经很多时候在帮弟弟了。所以我们的教育反而是相反，说我们要让弟弟知道不要那么凶，不要那么精。然后呢，我们私下还会开玩笑说，将来他们长大了，一定不能让弟弟给哥哥打理他的财务。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弟弟妹妹是比较厉害的。第2点呢，就是我同意刚才有辩手说到的，特别是你们说到，其实没有绝对的公平，在家里做不到公平的。所以呢，有事情是胡可老师说的，就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有时候呢，派发他一个产权，说这东西给你，这东西给他，一碗水不可能永远端平，但是你给了一个产权给他，让他们学会交易，说这也是一个办法。最近我们在家里有时候也开杠，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辩论，比方弟弟就会出题目，他说玩具要不要搭高，然后我就说要，玩具要搭得很高，一个说不用，反正就有点小规则，那么就可以解决家里面的问题。这我们家里的办法。在家里开杠啊？对。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收专利费？谢谢薛教授。康永哥呢？我虽然没有小孩，可是我常常听到我的读者跟我讲他们的苦恼，然后我最常听到的苦恼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对自己好。我爸妈教我的东西很少。他们就是跟我相处，可是很少跟我认真的讲说我教你事情，所以我想不太起来他们教了我什么。可是我觉得这边讲的状况是挺严重的，就像你们讲的，如果隆重的教小孩一件事情，他会铭记在心，因为爸妈如果平常很少这样做的话，他会觉得这个是金科玉律，他得收到。所以如果我有金科玉律要告诉我的小孩，不会是让这件事情，
我会一直希望他们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我就觉得好多人长大一直委屈自己在迁就别人，所以我怎么可能如果有一个金科玉律要教我先教让这件事情呢？就在我的这个排序里面，它不排在前面。我觉得父母亲就是孩子的导游，这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孩子到世界上来，我活给你看，生活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这个生活的方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方式，叫做好好照顾你自己。你照顾好自己之后，你自然有能力去让给别人。可是如果你先学会了让，而没有先学会了照顾自己，我会担心你一直在让，然后最后自己觉得委屈。所以这是我不支持这个题目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爸妈如果很少教，那就谨慎的教，就是因为你讲了一件事情，他们会很重视，而大部分的人缺失的是爱自己的能力跟方法。大哥，我追问啊，就是假设您有了孩子，你要教给他的那个黄金法则只有一条的话，会是什么？就是人生是值得活的，其实就是胡可他儿子那句话，叫人生的路积极走，是吧？积极走，积极走。好，刘教授，先要向3位妈妈嘉宾表示敬意，太厉害了，真的是，他们天赋异禀，而且表达流畅清晰，然后面对这么强大的这个辩手，一点都没有慌张。我相信看了这一期节目的观众，做父母的都会有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教这一方不会输的原因。我预想到他们为什么不会输，因为教是个太大的词，就是可以教化、教育，当然不是教训。那么你说，今天我们看了这期节目的观众，我们在强迫他们吗？在逼迫他们吗？他们受益了，就是得到了教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双方的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在正方，我所支持正方，他们可以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个教字，那么他们就在逻辑上有一个优势，所以我会支持他们。特别是我刚才3位，他们呈现出那个特别令人羡慕的家庭，有点像一个梦中花园，孩子都像天使一样，自然的让他野蛮生长，自然生长，他就会好的。这个景象，我不认为是所有家庭都具备的，但是需要非常好的各种各样的条件。然后我还是有一点，清河、陈明、执中他们讲的有些道理是对的，就是因为这里边确实有挺复杂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通过自由教育、自由生长都会讲。以前有一个美国推行自由教育的教育学家叫杜威 ，John Dewey， 他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叫 Richard Rorty。到中国来访问，但是他说他的老师，我请教他自由教育，他说杜威有很多伟大思想，但自由教育这件事情在美国是个 disaster， 是一个灾难。他说让孩子完全自由生长，只是少数孩子才能够很好生长的，我认为是需要教的。我觉得这一方讲得很清楚的是，让这个词是给予本不必给予的东西，这里边同时包含了2个东西。就是权力界限、公平原则优先于一个美德的东西，一定要清楚。本来我是不必给你的，只有当不必给你是可以和正当的时候，给你让才是一种美德。所以它同时包含了这个东西，并不特别容易天然的形成。我们中国人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让他们开始就学会如何形成这个公平的法则，在公平的法则之上建立一个各种各样的美德。我觉得是需要引导、启发以及我们叫做宽泛意义上的教育的。谢谢大家。谢谢刘教授。大总，你想好了吗？我还是得说，是吧？毕竟签了合同，是吧？你把钱退回来也可以不说，因为我觉得特别没有发言权。然后呢，3位也说得很好，这边的朋友一如既往的好，是吧？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就是稍微说一个词，就是那个原生家庭这4个字，一说出来就是有点负面的。
哎，我原生家庭我怎么，哎，所以我怎么。我这个人呢，就这几年前就开始发生的事儿了。其实今天大家也都不停的说这个事儿，哎呀，是言传身教啊，还是把人推向巨婴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读到一本叫《教养的迷思》，不知道有人看过吗？也不是很新的书，是也挺好。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我至少读到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我不是专家，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把这个相反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书的观点就是，原生家庭在一个孩子3岁以后，对这个孩子就没影响，真正对他有影响的是他的同学、他的同龄人。他的那个小世界是对他有影响的。我不是说这个对啊，我只是给你分享一下。我特别想分享这个，就是尤其想分享给那些父母，就是你们因为看了很多这种原生家庭的指责，别压力那么大，有可能跟你没关系。那个书里呢很有意思，他给父母的建议特简单，一个就是不要总搬家，要让他有一个稳定的同济关系。第二呢，不要给他打扮得很独特，让他去跟不要让他扔到人群里是个异类，这个对他影响很大。第三个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因为谢楠姐坐在这儿，不要起太奇怪的名字。但你那个他说的是生僻字什么的，那你那还不算太奇怪。他就是说你如果太这样呢，他从小他会有点影响的。这我就稍微分享一个我读来的知识吧。然后呢，因为这一季奇葩说我后面有一个工作，我就很遗憾不能见证 BB King 诞生了，就后天录不成了，要走了。所以呢，我最后再多唠叨2句，就挺感慨的一个事儿。你们是不是在场上也经常看到刘老师和徐老师吵架？在后台更精彩。昨天晚上呢，都赖我。哎呀，我这个人真是，他们就是我的哥哥，我就是那个被惯坏了的那个。我说我睡不着觉，我想喝2杯，你们陪我喝2杯吧。然后他们说好，行，那就陪你喝2杯。喝着就激动了，吵起来了。当然是争论了，不是吵架。刘老师和徐老师在争论一些特别庞大的议题，就是比你们在台上听到那个还庞大，特别哲学的那些碰撞，很精彩。我听着是开心的，虽然自责，但很开心。我回去的路上呢，就突然想起了一个电影，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看过吗？很多人都看过吧？我稍微剧透一下，就是一群大学教授，其中一个大学教授要搬家，其他人来送行。这个大学教授呢，就开始娓娓道来他这一生怎么回事，结果他是一个活了几万年的人。就这个人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嘛。电影非常的精彩，你会被他说服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给这个电影的影评是，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多年的创伤，因为他搬家嘛。他们这一帮教授在说这种人类的历史这些大话题的时候，有2个搬家的工人在后面一直走来走去，搬沙发搬什么。我那个朋友对这个电影的影评是，我们就是那2个搬沙发的人。我昨天听他俩吵架，我就想起来了，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搬沙发的人。这些知识都是他们人，我怎么就是好像是路过听听，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作为我在奇葩说最后一番发言呢，这个就是奇葩说教会我的东西，也是大家每次拆辩题教会我的东西，就是不管这个辩题看起来有一个多么一望而知的答案啊，各位都能发现一个相反的角度。我终于多年之后对这句话没那么难受了。我发现那天无论那些人说了多少话多精彩，但真正把那个家搬了的就是那2个搬沙发的人。所以哎呀，真的在奇葩说学到了是吧？很开心，这是我个人解惑。那非要再绕回这个辩题来说呢，也一样是向3位致敬，也向屏幕前在看的人说，你们养孩子的人是那个搬沙发的人，不用听我们说。谢谢。谢谢蛋总。这个
蛋总很遗憾，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也让我们特别遗憾。谢谢蛋总陪伴《奇葩说》走过第7季。哎，我的荣幸，学到很多，学到很多。这个话题，谢谢妈妈团，我没有任何立场，我也没有任何评论。我最开始看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这里面有6个人，到最后发现呢，好像这个话题里不止6个人，就这6个人是爸妈、姐、哥、弟、妹。但是我发现，其实它不是个家庭问题。我都不知道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平常自己的生活里面，自己到底是哪个角色。但是今天各位的精彩发言，可能让我们很多人感觉到了，我们身边至少还有5个人。这个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谢谢。把方方面面拿捏得死死的，逛京东超市真的爽的，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这是我们4场对外赛的第4场，也是最后一场，看看结果。正方29票胜利，来恭喜正方。正方获得的是由京东超市提供的这个难题有点难，难题就找作业帮京东特供作业帮直播课，谢谢。然后热烈掌声送给今天妈妈团3位，谢谢3位妈妈到场精彩的表现，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好，那根据规则，我们将在正方3位当中由观众投票，投出今天2位表现最佳的选手。来，让我们逐一有请。首先，张彩玲，请给彩玲投票。3、2、1， 67票。来，有请黄执中，请给执中投票。3、2、1， 61票。来，有请陈明，请给陈明投票。3、2、1， 98票。那根据规则，彩玲和陈明晋级。目前对外赛全部结束，恭喜奇葩队4场全胜，产生了本季奇葩说8强选手，他们是冉高明、傅首尔、小鹿、席瑞、冯晓彤、梁秋阳、张彩玲、陈明，谢谢。也就是奇葩说第7季有4位将告别舞台，他们是焕俊、熊浩、黄执中和颜如晶。我们一位一位来。那个焕俊是这次被场外投票投回到赛程当中来的。就是我可能是准备的时间很仓促，然后呢被复活的压力也真的很大。就是我压力大不是想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名次，就是我不希望让帮我复活回来的网友，复活我回来的网友感到失望。对，就是这样子。不过还是非常开心能被复活回来，谢谢大家。好，谢谢焕俊，熊浩熊。我在签人的时候，遇到刘老师的时候，刘老师当时问我一个问题，说他来奇葩说他发了微博，别人说为什么会去这个节目，刘老师问我怎么回复，我说就是我们去旅行了，然后你期待见证一段非常漂亮的光景，我觉得我很值，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些光景，所以我非常的满意，我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吴京，我一下子不知道要说什么。其实这一季是我玩的最开心的一季，然后我试了很多，也玩了很多，很满意。谢谢吴京，再见。执中，好，下班了。
没有，因为本来就已经录到后期了，然后我们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下班。那我觉得今天挺好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至少不是打杂了下班的，然后只希望我们这一季我们的每一次上场都能够对大家有所那么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帮助，即便是在一个节目之外，那这就是我最大的期待。那你知道下班的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们特倒霉，他们明天要准备3道题，对，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一想到我不用再上场，其实现在我其实整个心情是超开心的，而且我那边的所有的点都可以给你们用了，因为我这边就都用不到了，所以那时候就再跟我联系，我这边通通都弄好了，通通都弄好了，放心。OK， 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这个赛制和结果就是这样，大家看到，其实即便是在场的各位导师，康永哥伴随了我们7季，然后各位导师也都是伴随了我们多季。刘教授虽然来，但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节目，但是他们也可能也未见得在赛季之初就预料到今天这个结果。谢谢4位老师。谢谢焕俊，谢谢你在1v1的时候带给所有观众的那些笑声，然后谢谢熊浩老师，熊浩老师这是第2次来参加奇葩说，然后他给好多观众，尤其是女观众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谢谢熊浩老师，也期待你还能回到这个舞台，然后谢谢如今宝贝。好像如今宝贝这个词儿已经不太说了，因为，如今宝贝长大了，变成了如今。我今年30了，还小。如今伴随。天底下辩论的事儿那么多，我们还是很感谢执中一直坚守在奇葩说，然后我们希望执中不会改变你对辩论的热情，然后我们第8季再见。谢谢执中。今天这个结果不在任何人的预料之内，但是我们的8位选手，8位晋级选手都不负所有奇葩说观众、现场观众和屏幕前观众对他们的热爱，让我们恭喜这8位选手晋级8强。让我们期待即将到来的奇葩说第7季半决赛和最后的决赛，以及决出谁是最后的 BB King。下期节目再见。我们有3个短片来认识一下3位父亲。好，请问
彭坦，你是不是个好爸爸？彭坦当然是个好爸爸啦。有什么可以证明的？我给我好好梳头发。对，我会梳头。给谁梳头？我会给女儿梳头，然后会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陪她玩儿，然后从来不发脾气。最后一个我可不相信。爸爸是不是不发脾气？有点。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可的老公。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好爸爸。我的老大已经10岁了，老二儿子也马上快7岁了。然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差不多10几岁吧。所以胡可不经常说嘛，我们家有3个孩子嘛，我是老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特有的能力吧。照顾孩子跟孩子接触的方式是否正确呢？我也不知道。当爸爸的时间不久，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我觉得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绝对是一个好爸爸。秒针，你要快一点。我觉得真的，谢楠，你们孩子叫无所谓，真的是非常准确的。但凡有点所谓，也不能让他这么弄。吴杰老师给自己生了一个兵刃是吧？不是，是一副兵刃，因为有2个。